年轻英俊的男医生刚做完一台手术，就呼喊着让护士脱掉衣服，声称要帮他检查身体。没想到护士竟还乖乖的照做了，这让其他2名同事和1名老年病人都羡慕不已。殊不知，这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疯狂，也让他不能承受。托马斯是布拉格一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，他长得英俊潇洒，魅力无限，但是风流成性，无论是医院的护士还是街边的美女，总之只要是与他有过接触的女人，都会被他迷倒，心甘情愿与之谈一夜的恋爱。可他自己有一个原则，从不在女人家里过夜，也不让其他女人来自己家。托马斯一直追求这样逍遥自在的生活。然而这天，他被派往一个温泉度假村去做手术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托马斯在忙完工作后，走进一家游泳馆休闲，却没想到一抹倩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再次感情泛滥，忍不住跟随着女人的脚步，来到一家小酒馆。原来女人是这里的服务员。托马斯找到一个座位，拿出书本，斯文地读起来。与其他粗犷的客人相比，他实在是与众不同。女人自然而然地被吸引，而托马斯从没见过如此清纯淡雅的女孩，不禁使用撩妹技能与她搭讪，然后坐在街边的长椅上等待她下班。女孩名叫特蕾莎，看上去娇羞又可爱，与城市里那些妖娆奔放的女人相比，她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，让人无比心动。可当听到特蕾莎说自己和妈妈在一起居住时，托马斯便打消了继续下去的想法。特蕾莎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，而托马斯回去后很快便忘记了这段邂逅。他有一个红颜知己，名叫萨宾娜，是一个画家。可能由于职业的关系，他不仅开放自由，还热情潇洒。他与托马斯一样，只想享受一刻的美好，不愿被婚姻爱情羁绊。他们是享乐的伴侣，分开后又互不干涉。托马斯一直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。然而这天晚上，特蕾莎竟敲响了他的房门，他既意外又惊喜。此刻的特蕾莎就像一只小白兔，等待着被捕猎。她的眼神清澈又娇羞，丝毫抵挡不住托马斯那带着欲望的神情。第二天早上，托马斯才发现特蕾莎竟在他的家里过了一夜，可他没有驱赶，而是温柔地放下牵着的手。他的家里住进了女人，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。托马斯也要时刻管理着时间，不能随心所欲地享乐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请求萨宾娜帮忙给特蕾莎找个工作，让她在这座城市中立足。萨宾娜欣然答应，不仅热情地招待了特蕾莎，还积极地给她提出工作上的建议。女人的第六感总是很奇妙。特蕾莎自从见过萨宾娜之后，她总会做一些奇怪的梦，梦见托马斯去和别的女人幽会，她感觉无比痛苦，但托马斯安慰她，这不过是个梦而已。之后，特蕾莎拿起相机来到大街上，拍下形形色色的人和有趣的事物。特蕾莎很有天赋，很快她的摄影集就发表在报纸上。托马斯邀请好友和萨宾娜为他庆祝，在热闹的酒吧内，特蕾莎和其他男人在舞池中央贴身热舞。托马斯在一边看着，并没有说什么。但是回到家之后，他开始阴阳怪气地指责特蕾莎不该如此。特蕾莎听后却十分高兴，直言你这是吃醋了。托马斯虽不愿承认，但他还是掉进了爱情的漩涡，选择和特蕾莎结婚。两人举行了小型而温馨的婚礼，从此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刚开始的婚姻生活确实很美好，他们收养了一只小狗，过上了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可渐渐的，托马斯又恢复了本性，遇到好看的女孩，他还是会与之调情，享受自由与放纵。特蕾莎对此十分敏感，整日在担惊受怕之中度过，非常没有安全感。他对待爱情是忠贞的，但同时又离不开托马斯。终于在他又一次晚归的时候，特蕾莎爆发了。他说，我每天都试着告诉自己，这没什么的，他只是玩玩而已，我爱他，他爱我，确定这一点就可以了。特蕾莎已经很努力地说服自己，但终究还是忍受不了托马斯的背叛。在无比失望的争吵后，特蕾莎离开了家门。可她刚走到街上，便看到军队开着坦克驶来。在这个夜晚，捷克遭受到了其他强大国家的侵扰，局势动荡不安。正在特蕾莎不知所措时，托马斯追了出来，将她带回家中。之后这座城市遭受着战乱的折磨，特蕾莎拿起相机，和托马斯一起挤在人群中，记录下灾难的悲剧时刻。而萨宾娜则率先离开布拉格，带着行李开车前往瑞士。托马斯和特蕾莎虽然留了下来，但日子也很不好过，在这里根本看不到希望和光明，于是他们也决定离开这里。到达日内瓦后，托马斯凭借高超的外科医术轻松得到了工作，但特蕾莎却到处碰壁。他拍的那些照片没有人买单，他也找不到其他的拍摄灵感了。现在他们小夫妻在日内瓦安了家，特蕾莎不必再为托马斯的不忠而担忧，但他没有工作，整个人还是陷入了不安和忧愁之中。反观萨宾娜，她虽然流亡在外，但过得十分逍遥自在，不仅能轻松拿捏情人，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四处旅行，享受生活。所以托马斯一到日内瓦便联系上了他，两人再次恢复了在布拉格的关系状态。萨宾娜听说特蕾莎也来到了这里，隔天便邀请她来家里做客。可女人的直觉总是准得可怕，一进到这个屋子，特蕾莎就嗅到了背叛的气味。尤其是两人四目相对时，尽管萨宾娜说自己还没见过托马斯，但特蕾莎十分确定托马斯再次背叛了她。
生命对我是那么沉重，可对你们来说却是如此之轻，我不能承受这生命之轻，也不足够坚强去面对一切。所以，特蕾莎给托马斯留下一封信后，选择独自返回布拉格。萨宾娜的情人为了永远和他在一起，不顾一切和妻子离婚。萨宾娜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感动不已。可随后，他就选择不告而别，远走他乡。在日内瓦，托马斯重新过上了愉快的单身生活，工作、调情、娱乐，一切都那么自由自在。可疯狂过后，他只感到空虚。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家里想了很多，最终下定决心返回布拉格。在这段婚姻中，托马斯既承受了爱情带给他的重，同时也享受了情人的轻。他在轻与重之间游走，最终顿悟出了生命之轻的不能承受。当特蕾莎打开房门看到托马斯的那一刻，她满眼的不可思议，同时她也很感动。托马斯愿意为了她丢弃自由，两人又和好如初，恩爱甜蜜。然而回来后，托马斯因为之前发表的一篇政治立场文章被要求签写撤回声明，许多人都这么干了，可托马斯却不愿妥协。他被剥夺了做医生的权利，成为了一名擦玻璃的清洁工，而特蕾莎则到酒馆做服务员。原本生活这么平淡的度过，可在托马斯又一次外出擦玻璃时，他再次经不住诱惑，肉体上背叛了特蕾莎。或许是工作太累的缘故，他没有洗澡便倒头就睡。特蕾莎嗅到了他头发上的异样味道，不禁扭头痛哭起来。他以为托马斯是为了他回来，却没想到会再次背叛他。然而托马斯解释，我就是为了你才回来。在他的爱情观念中，身体和灵魂可以一分为二，我很爱你，可我也想追求身体上的欢愉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。可特蕾莎渴望的是一种理想的爱情，我们彼此忠贞，互相守护，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，都应该是一体的。特蕾莎越说越气愤，表示如果我也跟你一样，你试试你会是什么心理。结果第二天，特蕾莎便来到了一位男子的家中，那是之前在酒馆一位英俊的顾客搭讪时留下的地址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真的找了过来，并做出了有违世俗的事情。他背叛了爱人，也发现了身体和灵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可他没有感受到任何快乐，相反，他只觉得羞耻和痛苦。他开始想要逃离这个肮脏的地方。而为了缓解特蕾莎的焦虑和安抚她的情绪，托马斯选择和她一起来到乡下居住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诱惑。两人之间只有彼此，心态也更加平和纯粹。而经过这么多的波折与考验，托马斯也最终认清内心，选择了生活赋予的重担，与特蕾莎过上了幸福安乐的田园生活。如果剧情到这里就结束，那这会是一个甜美的爱情故事，他们会像平凡的夫妻一样相守相伴到老。然而命运总是弄人，他们在一次外出游玩回家时，由于刹车失灵，发生了惨重的车祸，托马斯和特蕾莎的生命戛然而止。这是一部关于爱与责任的电影，改编自米兰昆德拉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。这本书中写过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话：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，让我们屈服于它，把我们压迫到地面上。负担越重，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地面，它就真实的存在。相反，当负担完全消失，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，就会随风飘起来，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。人也就是一个半真的存在，其运动也变得自由而毫无意义。人们或许都会觉得生活太过沉重，但是一味的追求轻盈，也会在某一天后悔吧。你有没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呢？